看完俄军表现后，美军上校警告，别为俄罗斯干傻事儿了，小心陷入金融和军事崩溃。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近日，突破性防守网站发表了美国前陆军上校戴维斯的文章。戴维斯在文章中称，美国应该花掉所有必要的资金来保卫国家安全，使其武装部队能够履行其全球条约义务，但不要成为地球上任何国家的首选力量。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人以为保持庞大的规模和国防预算是最合理的应对方式，但是退役陆军中校戴维斯认为呢，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相当拉垮，因此美军的预算应该随着全球的部署而缩小，而不是增大。因为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根本就构不成巨大的威胁。从军事角度来看呢，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最大收获是其地面部队被证明是多么惊人的有限。2016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可以在短短36小时内占领所有3个波罗的海国家。现在我们知道，经过整整5周的全面战争，俄罗斯人已经证明无法占领一个国家的一半。最关键的是，俄罗斯遭受了大量的物资损失，死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并消耗了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从任何客观标准来看，俄罗斯的常规地面部队现在都应该被视为一支平庸的部队，其投射力量的能力非常有限，无法将军力投射到境外几百公里以上。由于俄军在乌克兰继续遭受的破坏，他们甚至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战前有限的能力，更不用说成为北约联盟的威胁了。然而，面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军事现实，美国欧洲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想要更多的军队。美国在东欧的人数已经从几个月前的6万多人跃升到了现在的10万多人。戴维斯质疑，为什么美国的防务部门现在要向欧洲派遣大量的兵员，以永久驻守北约的东翼呢？尤其是在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其他北约成员国应该向东欧派遣数以万计的军队？为什么美国有必要重申自己是欧洲首选的捍卫者，而不是要求富裕的欧洲国家成为自己的第一道防线，而美国则充当可靠的后盾？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没有问过这些问题，而且肯定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些应该是美国军方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戴维斯认为，只要美国试图继续担任这一角色，那么就会让美国破产，因为日益增长的国防预算将让美国不堪重负。而如果坚持现在的政策，那么很可能会让美国陷入他们永远就不应该打的重大战争，也就是与俄军爆发核战争。这位退役中校称，美军只需要将国防预算提升到必要的水平，使我们的武装部队能够履行我们的全球条约义务就够了，不要永远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首选军事力量。戴维斯的这上述观点呢，让人们想起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的思想。更需要让大家关注的就是俄乌战争对全球的军事影响。美国虽然因为俄乌战争增加了军费，但是增加的军费还没有通货膨胀的数字高，而美军创纪录的军费开支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的，因为俄军这次并没有打出太大的技术优势。但是戴维斯可能没有注意到，美国增加军费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对付中国，也就是与中国展开军事科技竞争。美国在2023年要增加的军事科研费用就高达1300亿美元，要在5年内淘汰1500架军机，说明美军的目标是企图在军事科技的竞赛中战胜中国。美军的强大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因此中国一定要密切关注俄乌战争的影响。如果俄罗斯未能吸引美国的火力，那么中国就要在军事科研上加油了，因为美国人现在可能已经在下血本了。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